开店忙活着想挣钱养家，媳妇却嫌弃我不顾家。我懒得跟她吵架，她却一气之下回到了娘家。等再见到她的时候，没想到却是在殡仪馆。她娘家人都拦着我，不想让我报警。我执意报警后，警察带我找到媳妇出事的医院。医生惊讶地看着我：“你也是她老公？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又喝酒又喝酒，每天你都不帮我看孩子，就是跟你那几个狐朋狗友在外面喝酒，家里2个小的你是一点都不管。我这肚里的你是不是也不准备要了？刚回家瘫坐在沙发上，媳妇就从里屋冲出来对我低吼着：“现在钱多难挣，我要不请客维护关系，谁没事来店里捧场消费啊？”我不想大晚上的跟媳妇继续吵架，反正每次跟她解释她都听不进去，甚至好几次还冤枉我是在外养了小三。她拿着手机挨个跟我那几个好哥们联系，都说她太偏激了，她反倒觉得是我哥们帮我骗她。哥们觉得我不容易，介绍了一些顾客来，可我媳妇是个暴脾气，做生意怎么可能有什么说什么，直来直往的，都得陪着笑当孙子。可媳妇不管，她就觉得自己当老板了，凭什么还要点头哈腰？没办法，为了挣钱，我只能哄着媳妇让她在家，可她对我是变本加厉的扣帽子，我只能苦笑着继续在外陪着笑脸。回到家，对着媳妇的指责充耳不闻。我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，家里家外实在忙不过来，只能以沉默来代替回应。睡了一晚起来后，媳妇收拾着衣柜，本以为她就是简单的整理家务，等下午回家后，我才发现她带着2个姑娘走了。我给媳妇疯狂地打着电话：“媳妇别闹了，你带着孩子去哪了？我想静静，你别找我了。”听着耳边电话被挂断的嘟嘟声，我只能硬着头皮给小舅子打过去：“孙强，你姐是不是回去了？她是在带着2孩子一起回来的，你们这是又吵架了？”“姐夫，不是我说你，我姐肚子里还怀着呢，你咋老惹她生气呢？她一个人在家带着俩不容易，你平常不帮忙就算了，怎么还老气她呢？”我懒得继续跟他们在说话，每次都跟车轱辘话一样，翻来覆去都只是那些内容。一家人就跟商量好了一样，我说什么都能跟我扯到没钱，不顾家。我不想挣钱吗？好不容易开个店，他一个暴脾气就要掀顾客的桌，他倒是爽了，可我还得在他屁股后面花钱消差评，钱没挣到，还嫌弃我不顾家。我天天在家能挣到钱吗？我也想躺在床上等钱砸醒我，就这点事，怎么都跟他们说不听。我也不想再来回哄他了，每次一闹我都得关了店，去丈母娘家住个1周。他家周围邻居每次看到他都羡慕地说找了个好姑爷，时不常就回来住段时间。媳妇总会骄傲地笑着回应周围邻居，说自己有驯夫良策。这话传到我耳朵里，我只能苦笑。要不是我在乎这个家，我能这么受他摆布？真幼稚。我这次故意忍住没搭理媳妇，没想他也一样坚持了2周没搭理我。我在心里骂着媳妇的无情，一边给小舅子打电话，没想到他也不接我电话，我心里有点毛。之前给媳妇打电话发短信，他还会选择性的回我几条，这次怎么忍了这么久，1条都不回我。我在楼下商店随便选了几样礼品，带到了媳妇娘家，敲开门，丈母娘红着眼看着我直抹泪：“阿珍走了，你不知道吗？”我惊讶地看着她，老丈人和小舅子也闻声出来：“走吧，正好咱们去殡仪馆。”“去什么殡仪馆？阿珍怎么了？”她回来
不是就住几天吗？怎么好好的去了殡仪馆？你们把他怎么了？说话呀！阿珍到底怎么了？我朝老丈人他们急急吼去。小舅子拍拍我后背，想让我平静下来。阿珍可是我媳妇，现在突然告诉我她在殡仪馆，我怎么可能冷静下来？突然想起了之前他跟我提过一次，想要出去找个工作。想到他在店里的样子，我还是劝他就在家待着带孩子吧。我怕他出去了，因为他的性格又给我惹一堆事出来。在小吃店他都学不会迎合，出去找工作他怎么能学会？为这事我们没少吵架。难道他是去殡仪馆找工作了？他还怀着孕，去那么晦气的地方，怎么可能？这娘家人也都不拦着点吗？任由他这么胡闹。我站在原地思考着。丈母娘转身从里屋抱出媳妇的黑白照，我瞪着眼，扔下东西，一把抓住小舅子的衣领。你们这是诅咒阿珍吗？连黑白照都摆出了。老丈人掰着我的手，小舅子也憋红了脸。阿珍真出事走了，人现在就在殡仪馆躺着呢。本来想今天给你打电话的，没想到你直接来了。走吧，一起去见他最后一面吧。我满腹狐疑，木讷地跟着媳妇娘家人去了殡仪馆。不就回家住2天吗？怎么好端端的人没了？难道老丈人他们因为钱的事把我媳妇害死了？当我站到媳妇面前，看着她冰冷地躺在眼前，我泣不成声。我摇着媳妇，想让她醒来，告诉我这一切都只是一场闹剧，一个开过头的玩笑罢了。姐夫，节哀顺变，你就让我姐安心的走吧。小舅子将我与阿珍隔开，摇晃着我，想将我摇醒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回家的时候还是好好的，现在怎么躺在这了？是不是你们害死了他？我朝他们怒吼着。老丈人在一旁唉声叹气，丈母娘哭着一声不吭。我看着他们，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解释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掏出手机，我准备报警。小舅子紧紧握住我手机，姐夫，我姐去世了，可都是因为你。你这样闹大了，对你对她可都不好。什么叫对我不好？我媳妇回了娘家都没命了，我看是对你们不好吧。我作为她丈夫，你们一个个对她的死闭口不谈，你们管这叫对我不好？我看是对你们不好才对。我抢下手机，快步走到关外，直接报了警。派出所吧，我要报警。我媳妇被人害死了，现在他人就在殡仪馆躺着，蹲在殡仪馆门口等警察来，等再回去。只看到丈母娘一个人在，丈母娘一个人擦着眼泪。警察问她啥都一声不吭。你女儿是怎么没的？你说出来，要是有冤情，我们帮你伸张正义。见丈母娘死死闭嘴不肯说，我赶紧将我的疑虑都跟警察说了。我媳妇回娘家住了半个月，今天我去哄媳妇回家，没想到直接被他们带到这了。你看我媳妇的脸上还有淤青，她肯定是被人害死了。你们可一定要帮我主持公道啊！警察带着我和丈母娘回到所里，分别做了笔录。在等待的时间里，我没心思继续开店，将2个女儿安顿好，住在老丈人家。我就怕等警察定案了，他们人跑了。小舅子看我一直在家住着，对我冷嘲热讽。以前跟我姐吵架的时候，也没见你回来住这么久。我姐都走了，你不用装了。我听着，将手里的碗一扔，指着他就骂：你再这么跟我说一句是一事。当初你闹着要结婚，你从我这拿了20万要买房，1年不到你就离婚了，房子也没见你买，钱呢？你把我的钱还我。小舅子舔着脸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那是我姐的钱，怎么是你的？你们夫妻财产，有我姐的一份，就有我的一份，是我的，凭什么还你？钱我花了，当初也是我姐跟你拿的，你有本事自己跟她要去啊！
我一把抓住小舅子的衣领，一巴掌扇了过去。小舅子捂着脸，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，死死瞪着我。你不怂，婚内出轨，在外养小三，你有本事干这事，没本事承认。我帮我姐管钱，你倒急了。你这么硬气，怎么不早点还我姐自由呢？在家当大爷，在外跟个孙子一样，钱没见你攒多少，脾气倒不小，整天冲我姐吼来吼去的，精神家暴她。你也知道，半个月没联系啊，怎么一个人没人可骂了？无聊了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个老婆呀。老丈人本来一直默默地抽着烟，听了半天，一脚踹到小舅子身上。你可闭嘴吧你！骂完转身回了自己屋里。丈母娘将我的手掰开，帮小舅子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带着他回屋里了。我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失了神。什么叫我精神家暴？我什么时候对他精神家暴过？还有说我在外养小三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种我没干过的事，到底谁给我扣了一个锅？我满脑子疑问，呆呆坐在客厅。我自始至终认为，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，但是我对媳妇的需求基本上都是有求必应，哪怕是明知道是媳妇想拿钱给娘家，我依旧有多少拿多少。我只希望她能在家待着的时候开心点，别因为这些小事跟家里闹别扭。即使有时候看她父母对小舅子的偏爱，让我有些冒火。每天接送女儿上下学后，我就蹲在老丈人院子里，周围来往邻居都看到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。这家女儿没了，你看，女婿天天在那失魂落魄的，你不知道。之前都有传他出轨了，媳妇不想过，跑回娘家。这刚待了没几天就没了，谁知道是不是他在背后下毒手了？那他还敢在这坐着？坐着怕啥？这女婿都报警了，说有人杀了他媳妇。那要是真是，这人也太可怕了。谁说不是啊？真会演。众人也都不避讳着我。每天这样的对话直冲传入我耳朵里，我懒得跟他们这些只爱八卦的人辩解，我只求警察能快点告诉我媳妇去世的真相。两个女儿每天问我妈妈去哪了，我只能含含糊糊地应付过去。朋友问我店怎么不开了，我没说太多，也只能含糊地回应着，说家里有点事，日子照常过着。但我知道这一切都不一样了，耳边有时候还传来媳妇喳喳的吼叫声。我猛然转头，不是别人家的媳妇在当街捶老公，就是我又幻听了。我跟媳妇是同学，毕业了参加校友会才又开始联系，本来只是单纯联络一下同学情谊，没想到一来二去，一起约着出去玩，出去看电影，也一起逛街。慢慢的情感就变了。当时不知道媳妇她喜不喜欢我，我各种找朋友想侧面问问她的想法。媳妇她也含蓄，任谁问都绕开了话题，把我急的是直抓耳挠腮，生怕我的莽撞让我失去她。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借着一次饭后喝了一点酒壮胆，我直接跟媳妇表白了。她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，又惊喜又有些顾虑。我还有个弟弟，你真不介意我家吗？我以为他在害怕什么，甚至都做好了被他发好人卡后，我在想别的办法慢慢跟他拉近关系。没想到他只是担心我嫌弃他有个弟弟。我嘴笑的都快咧到耳根后面了。一个家有好几个孩子不是正常的吗？我嫌弃你弟弟干嘛？将来咱们也生好几个。不对，你说了算，咱们家以后我的都听你安排。笑着点头答应了我。之后我们就如愿以偿的在一起了。想起恋爱时候的甜蜜，我脸上还是不自觉地浮出笑意。大白天你看着我家笑个屁呀！你想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你别胡来。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小舅子出门，看到我眯着眼微笑的样子，颤抖地指着我舅妈。周围的邻居更是远远地朝这看来。我懒得继续搭理他，看了看时间，拍拍裤子上的土，准备去接俩闺女放学。周围人对我指指点点的，我心里暗暗不爽。要不是为了知道媳妇去世的真相，我才懒得每天来老丈人家报道。现在看到他们一家人死皮赖脸的样子，就直冒火，恨不得找地方好好跟人打一架。但是想到2个年幼无辜的女儿，小小年纪就没了妈，为了稳定孩子们的情绪，我只能将这些负面情绪都死死压在心底。可我没想到，媳妇去世的真相竟这么让我不能接受。婚礼上的神秘来客，小说原名，作者无敌仔，更新进度完本。第1章，婆婆不来。婆婆收破烂养大老公，婚礼上却不肯出现。酒店的保安、驱逐人闹出大动静的时候，我跟老公一起跑去看。老公看着被驱逐的人的背影，难过的喊了一声妈。我爸闻声赶来，在看到婆婆的时候激动不已，直接扑通一声跪着重重磕了一个响头。今天咱们结婚，你妈妈怎么不来？你这让我亲戚朋友问起来怎么说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不让你妈来，刚结婚就婆媳不和了。老公坐在那一言不发，我只能急得干着急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，实在不行找个演员来也行啊，好歹把场面撑一撑。老公不耐烦地叹口气，这个事我们商量了很久了，请外人演我妈肯定是不行的，到时候就跟别人说我妈生病不能来就行了，咱们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。那么在意别人的话干什么？能不在意吗？这么重要的婚礼，你妈不来，你光说你妈养你多不容易多难的，你婚礼她为什么不来？知道的是我左请右请人家不愿意来，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看不上你妈，不让她来。你做人要体面，我就不要了吗？这可是婚礼，人这辈子能有几次婚礼？我看着油盐不进的老公，气得将手机直接扔到他面前，赶紧的，这会还早，时间来得及，你把你妈妈喊来，我都有时间帮她选衣服化妆，人靠衣装怎么都能撑起来的，快呀！老公将手机回扔给我，转身去了客厅沙发上坐着，看他这样子，就是铁了心不准备喊他妈妈来了。我急得不行，却又无可奈何，毕竟这么多年，我只见过2次面。第一次是跟他谈了3年，准备订婚的时候，一样也是在我百般要求下，我才见到了老公的妈妈。老公是个被捡来的孩子，他的妈妈是靠着捡破烂将他培养成人。年逾60旬的老妇人，早已因生活的重担累弯了脊梁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她佝偻着背，局促的手在身上擦了又擦，轻轻拉着我的手，眼含热泪：“好闺女，你们在一起好，不用担心我，你们就踏踏实实过好你们的日子就行，我肯定不会给你们添乱的。阿姨，你别这么说，我知道你养大张泽不容易，以后我们也肯定会好好给您养老的。”老公的妈妈用衣袖擦了擦眼泪，老公牵着她赶紧落座吃饭。吃饭前，他从里衣内兜里掏出一个被裹了一层又一层的红包，一定要塞到我手里。你是个好孩子，你把这收好，将来你们好好过日子，不用太担心我。这么多年我都过来了，可千万别因为我生了嫌隙。我知道他攒钱不容易，本不就不想要这红包，心意到了就行。他强硬地将红包塞到我手里，别人家都有，你也不能没有，坏了礼数，我的心更难受。老公示意让我赶紧收下，我推脱不掉，就装进了自己的包里，跟他妈妈道了谢。等第2次见面，是我们刚领了证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看他。
他又塞了我一个红包，便想强行将我和老公推出门外。我冒丑，你们快走吧，以后少来看我，我什么都不缺，有钱有房子的，你们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行，不用管我。就是苦了你这么好一闺女了，我也没给你多少彩礼。儿啊，将来你可不能亏待了人家，你们有缘分在一起不容易。老公忙不迭地直点头，红着眼，顺从地听婆婆的话，带我回家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再也没过她，直到婚礼前，我左请右请她都不来，甚至还搬了家。第2章，磕头。爸妈悄悄进门，见我气鼓鼓的样子，只安慰我：没事没事，等会爸妈帮你撑场面就行了，你只管开开心心的结婚。典礼这么重要，你可不能再沉着脸了。新娘子今天只能美美的，她妈妈也有自己的想法，执意不来，咱们就别强求了。老公坐在沙发上低垂着头，一声不吭。爸妈生怕我俩在今天吵起来，闹得收不了场面，帮我转移着注意力。之前就听老公断断续续地谈论起小时候的事，我特别敬佩他的妈妈，可以忍受那么多苦难，一己之力将他养大。婆婆年轻的时候轻信了爱情，以为找了一个好人家，本想着踏踏实实过日子，没想到对方竟然是个家暴男，婚前藏得严严实实，一结婚就暴露了本性，每天对婆婆轻则辱骂，重则揍得鼻青脸肿的，丝毫不管婆婆痛得有多难受。挨完揍还要婆婆忍着痛去洗衣做饭干家务。后来婆婆实在受不了，好不容易才从家里跑到现在这个城市来生活。婆婆吃了没文化的亏，找工作到处碰壁，只能靠捡垃圾收破烂维持基本生活。也是这时候，婆婆在一个垃圾桶边上捡到了我老公张泽。婆婆娘家嫌他丢人，不让他回，看到他捡的儿子，直骂他生了一个野种。婆婆有口难辩，怎么解释家人都不信。从那之后，婆婆就将老公背在背上，带着他一起捡垃圾生活，俩人相依为命。婆婆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在老公上学的年纪攒到了他的学费。老公小小年纪懂事也早，也帮着婆婆一起捡垃圾攒钱。婆婆生怕给他丢了脸面，从来都不肯站在他身侧，告诉众人他们母子的关系。老公努力一路走来，考上重点大学，毕业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几次表示要将婆婆带在身边享福，却都被婆婆拒绝了。我儿有出息了，有出息好，你只管好好生活，照顾好自己。妈，这你不用担心，妈啥都不缺。老公拗不过婆婆，只能经常去看看，送点吃的和钱给她。没想到婆婆却都攒下，等着老公结婚的时候又添了点，给我包了个大红包。婚礼开始的后，我被父亲牵着朝老公走去，很快我们俩婚礼圆满完成了。老公带着我开始去每桌敬酒，门口的骚动让我和老公都注意到了。等到跟前一看，我们都惊在原地。只见我爸跪在地上，给婆婆重重地磕了一个头。第3章，婆婆来了，周围人一样也震惊地看着我爸。爸，你在干嘛？婆婆弯着腰想将我爸扶起来，我爸红着眼眶，紧紧抓着婆婆的手臂。人，这些年我找了你好久啊。保安闻声赶来，以为是婆婆闹事，2个保安不耐烦的又开始驱赶。刚刚就看你在门外鬼鬼祟祟的，你跟我们说是去捡空瓶的，给你通融，让你进来了。你倒是好，跑人家婚礼上来捡来了。快走快走，走远点，别在这捣乱。老公也红着眼，赶紧抓住保安的胳膊，不要赶她走，她是我妈。周围众人都围着，指指点点，
她竟然是新郎的妈妈。新郎一个高材生，怎么他妈妈是个捡破烂的呢？你看新娘的爸爸都在给她下跪，会不会是嫌丢人，要赶她走啊？我也觉得像，都是要脸的人，怎么可能让这样的婆婆露脸呢？众人你一言语，我一语，低声讨论的声音传来。我妈看着这样的场景，有点不知所措，听着大家讨论的声音，脸涨得通红。老公和婆婆将我爸扶起来，我爸搀扶着婆婆，将她带去了后台等候室内。婆婆局促地擦着手，跟犯了错的小孩一样，唯唯诺诺的眼神游走在我爸和我老公之间。我是不是办错事了？我爸牵着婆婆的手，仔细看着她手上的擦伤，还有手腕上的一个烧伤的痕迹。亲家母，你别多想，你今天能来，别提我有多高兴了。这些都是专门新买了，提前给你准备的，快换上吧，咱们一起去婚礼现场。我只是想偷偷来看看，看看我就走，不多打扰的。儿子结婚，我实在是在家坐不住，想过来看看，我就看一眼几句满足了。你们可千万别怪他呀，是我让他跟你们说我生病来不了的。婆婆小声为自己辩解着，我爸擦了一把眼泪，拍着婆婆的后背安慰着她。亲家母，你乱想啥呢？我们巴不得你来参加婚礼呢，怎么会嫌弃你的到来呢？快快快，先换上衣服，然后化个妆，衣服化妆师都在，你就放心的在这坐着等着仪式开始吧。我爸赶紧找人来帮忙，众人退了出去，就剩下我妈和我还有婆婆在，帮她一起快点整理。婆婆局促的不敢乱动，我和我妈一人一边，快速帮她上着妆，整理着发型。婆婆，你放心吧，今天你就踏踏实实的参加婚礼，我们肯定让你漂漂亮亮的参加。婆婆眼睛红了一圈，怕毁了我刚化好的妆，拿纸巾轻轻按着眼睛擦拭着。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今天偷着来，也没准备红包，你的婚礼还这么麻烦你，我真的是对不住啊。我拉着婆婆的手安慰着她，很快帮婆婆收拾妥当后，我扶着她出来了。第4章维护，简单跟婆婆交代了一些婚礼上的站位，我就赶紧去后场了。婆婆局促的连忙点头，我妈站在她身侧，亲家母，你就跟我就行，不用担心出错，放宽心。我爸看着忙不迭的一直点头同意，中间几次他忍着泪，偷偷背过身擦着泪水。我和妈妈都满肚子疑问，很想知道婆婆怎么会是爸爸的恩人，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故事。仪式开始后，我妈妈带着婆婆上了舞台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婆婆手颤抖地跟大家挥手感谢，眼含着热泪。我被我爸牵着，朝着老公缓缓走去。老公看着我，激动不已。步入婚礼殿堂的我们，都是激动又幸福。婆婆在台上用衣袖抹着眼泪，我妈也悄悄擦干眼泪。婚礼结束，敬了一圈酒后，我边狼吞虎咽吃着饭，边悄悄问我妈：妈，我爸跟我婆婆之前有啥事啊？他们咋认识的？这你得问你爸，我也是今天才察觉的。等会回了家，咱们再问吧。老公喝红了脸，高兴的到处招呼宾客。回到了家，我爸边哭边拉着婆婆，我们这才从我爸断断续续的嘴里知道了他们之间的故事。我爸小时候跟婆婆是住在一个地方的，他小时候淘气，去人家院子里摘果子、挖蔬菜，各家看他年纪小，也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。有次我爸他摘到我婆婆的院子里，没想到被婆婆的家暴前夫看到了。婆婆的前夫抄起木棒就想揍她，是婆婆拦在他面前，让我爸免去了一顿皮肉之苦。婆婆的前夫看到这情景，瞬间就恼了：你个破鞋，老子花钱把你买回家，你是不是背着我跟别人生了小杂种？他是谁？你说话呀！
我不认识他呀，他一个孩子，吃点东西怎么了？吃的又不多，快进屋吧，别吓着他。婆婆生生挤到她前夫跟前，将俩人之间隔开。她前夫一把抓着她的头就往地上踹。你还挺在意他呀？你说他是你跟谁生的小杂种？我爸当时害怕，赶紧跑了。后来悄悄过去，看到婆婆在给自己脸上擦药膏。婆婆也看到了在院子外偷窥的我爸，她就是脾气暴了点。你别怕，以后想吃啥你可以先告我，我提前给你放在那边的墙角，你来了吃就行，吃完了碗放回原处就行。好好上学，读书好啊，读书多了才有未来。我爸说，小时候好不容易吃到的几次饱饭，都是那时我婆婆偷偷给的。我爸小时候母亲去世的早，家里只有一个在外务工的父亲，爷爷奶奶早就去世了。他平常都是跟着姑姑过日子，只是姑姑在家没话语权，家里的钱都是姑父管着。姑父拿着我爸父亲邮寄回来的钱，一分不给他，也不给他吃饱饭，只一味地骂他是个没人要的野种。我爸在姑父家除了能睡个觉，别的什么都不能多想，他只能到处摘着果子、蔬菜充饥，好让自己还有体力上学学习功课。第5章，老头。直到后来，又一次我爸的姑父诬陷他投钱，不给他1分钱交学费上学。婆婆知道了，悄悄去学校找到老师，替他交上了。直到婆婆后来离开了那里，我爸后来才偶然从老师嘴里知道，之前都是婆婆帮忙交的学费，甚至还一次交到了她毕业。我爸好不容易将钱慢慢攒够，想还我婆婆，等再去院子里找的时候，却到处找不到人。找四邻打听后才知道，我婆婆被打得受不了，回了娘家。我爸只能先将婆婆的娘家地址记住，只想等再长大一点之后，有能力了之后，再去找我婆婆。没想到，等我爸拎着东西打听找上门后，婆婆的娘家人只一直把她往外推。你少跟我提那晦气的玩意，她早死了，死哪不知道。你爱去哪找去哪找去，滚滚滚，离我家远点！真晦气！一个老太太拿着扫把将我爸赶出门，一边朝地上吐唾沫。从那之后，在茫茫人海中，我爸就再没有我婆婆的消息了。没想到我这阴差阳错，竟然嫁给了婆婆养大的儿子，我爸的恩人竟然变成了我婆婆。我跟我妈感叹着命运的神奇，婆婆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抹泪。我爸拉住婆婆的手，跟我们指着她手腕上的烫伤疤痕。这个疤我一直都记得，甚至还在笔记本上画下来，就怕哪天我忘记了。要不是亲家母当初死死将我护在身后，那天我就被那歹人直接拿烙铁烫没半张脸了。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你可千万别跟我们见面，需要啥就告我。婆婆满脸泪水，拍了拍父亲的手背，看到你现在这样，我蛮欣慰的。你养了一个好女儿，你能踏实上完学，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，别的我也不需要，吃喝不愁，都好都好。现在只要2个孩子都幸福就好了，没别的了，我知足了。俩家人幸福的抱头，互相安慰着。晚上跟老公感怀着命运的神奇的时候，他却长叹了一口气。你是不知道，当初我妈养我，没少受伤害，我也受了好多歧视，都骂我是乞丐的孩子，没人管的野种，每天吃的都是别人的垃圾，甚至还有人在学校霸凌过我。都是我妈一直在身后默默地安慰我，支持我，不然我也很难有今天的成绩。我安慰着老公，双手捧着他的脸，现在没那么多苦日子了，以后都好了，不用再一直回看以前的事情了。正当我开始幸福地开始过自己的小日子的时候，没想到一个精瘦老头
敲响了我家门。老头上下打量着我，一脸坏笑，舌头舔了嘴唇一圈，开口道：“你就是那死老太婆的儿媳妇吧？按道理，你应该叫我一声公公了。来，乖儿媳，叫一声，让老头我听个乐呵乐呵。”第6章泼皮。老公听到动静从厨房出来，看到猥琐瘦老头，直接将锅铲子一扔：“你怎么找到这的？从我家滚出去！”老公瞬间怒气值爆表，对着老头推推搡搡。老头见自己不是对手，直接坐在门口，双手死死抓住门框，就是不肯挪动一丝。你们倒好，背着我享清福。死老太婆，把你养这么大，你也得叫我一声爸。你们在城市里住大房子，吃香的喝辣的，让我一个老头住着小破屋，连饭都吃不饱。我今天就赖着不走了，我看谁敢动我，出了事我就熬他一辈子。瘦老头大声嚷嚷着，丝毫不管任何脸面的事。我哪见过这样的泼皮无赖，赶紧给我爸妈打电话，喊他们来家里。老公生硬地掰着瘦老头：“谁是你儿子？我跟你没有一点血缘关系，你算我哪门子的父亲？赶紧从我家滚！”周围邻居闻声都远远地围着看着，小声地谈论着：“这不是前2天刚结婚吗？看看现在公公竟然找上门了。之前听说男方是捡破烂养大的，这老头真是他爸。啧，一边是养母，一边是亲生父亲的话，那这家姑娘也太惨了点。”老公脸由红瞬间变得惨白。我好奇想过去问问老公，瘦老头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父亲？可是瘦老头看我的眼神特别猥琐，见我靠近，甚至想伸手摸我。老公也看到了，一巴掌将老头的手扇开。老头举着自己被扇的手，在门口满地打滚。哎呦，我的手啊！好你个臭小子，养你一场！你心狠不认我这个爹就算了，还将我的手打断！你这个白眼狼，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了！我的手啊，好疼啊！我这以后都没法干活了，你得对我负责！快让我进去，我要吃饭，饿了一路没饭吃就算了，现在手也断了。你小子，当初捡垃圾每一分都留给你了，你倒好，娶了个媳妇就想将我这个爹忘在脑后啊！你做梦去吧！你少在那胡说八道！周围有邻居看不下去了，站出来为老头伸张正义。你看这老头都干瘦，养你一场不容易，总不能一口饭都舍不得给吧？我看你家这也不缺这一口饭的钱啊！人都老了，他能吃喝你多少？众人紧跟着你一言我一语地附和着。老公急得插不进嘴，脸憋得通红。他急得在那一直念叨：“不是这样的，不是，他没养过我，我是我妈养大的，跟他没关系。”但是周围邻居就跟没听到一样，只管输出着自己的观点，占领道德的制高点，将老公死死捆绑其中。够了，你们又不是当事人，怎么知道这不要脸的就一定是他爸呢？我爸急冲冲地跑来，朝着邻居们吼着：“你女婿的爸都亲自找上门了，这还能有假？怎么没有？我女婿全靠亲家母收破烂养大，这个老东西除了会家暴，什么力都没出过。亲家母到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早就跟这个老东西离婚了，也是到了这个城市后才捡到的我女婿。这个老东西什么时候养过他？简直满嘴胡话！”众人听我爸这么一说，瞬间偃旗息鼓，没敢再替老头说什么。瘦老头抬起头看着我爸，哼了一声，说的好像你全程都在一样。怎么，你就是他在这的姘头吧？第7章隐瞒。我爸一听，气得脸憋通红，没想到这瘦老头竟然如此的不要脸，什么脏话都能说出口来。不知道婆婆是什么时候来的，冲出来朝瘦老头就是一巴掌扇过去了。
瘦老头捂着脸，看到婆婆，一脸震惊，转而满脸的狠厉，爬起抓着婆婆的头发，就开始拳打脚踢。你个死老太婆，你在这现在滋润了哈，扔我一个人在那住着风吹雨淋的破屋子，老子当初可是花了钱把你买来的，出来这么多年，你胆肥了，都敢打老子了，看我今天不揍死你的！老公看到，将我推回屋里，起身就朝瘦老头踹去。我爸想拉架，又挤不进去，从墙角找到一个撑衣杆，对着老头抽打，想让他先松手。没想到老头就跟听到打仗冲锋的号角一样，卯足了劲地打着婆婆。这下他也不喊饿了，也不喊手疼了。一时间，周围一片混乱，不知道谁报的警。警察来了之后，好不容易才将他们分开。婆婆肿了脸，指着瘦老头就跟警察说：“快救救我！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非要来我家欺负我。”欺负儿子儿媳，快把这个恶棍抓起来，关进监狱吧！我陪着老公和爸爸去了警察局，我妈陪着婆婆去医院处理伤口。婆婆临上车之前，还一直拉住我的手，都怪我给你添麻烦了，吓坏你了吧？你放心，这件事我肯定会处理好的，让你受委屈了，乖儿媳。我安慰着婆婆。看着她肿了脸，快将眼睛挤没了，让我妈赶紧陪着去医院了。到了警局，我们都被分开问话。我爸和老公很快就出来了，只有那个瘦老头。警察说他不仅不配合，甚至还袭警。警察看他这么嚣张，就让我们先回家了。到了家，老公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我爸抽了根烟，缓了一口气，直接问道：“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他联系的？”我瞪大眼睛看着老公，我没想到老公竟然背着婆婆私下跟瘦老头见面了。他可是明知那是我婆婆最讨厌、躲了一辈子的人啊！刚工作的时候，那会我觉得我有能力了，我想让我妈再享受亲人的照顾，可以经常回娘家看看，跟她的兄弟姐妹都能聚聚。我就是看我妈一个人太孤独了。老公低垂着头，声音闷闷地替自己解释着。从我妈娘家被撵出来几次后，她前夫直接找到我这了。我当时有点害怕，不敢让我妈知道我们见过面了，只能任由那老头勒索我。他每次见我都是要钱，一说就是运气不好赌输了，开口要的钱是越来越多。我爸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可真是糊涂啊！你想帮你妈重修好亲情，这是个好想法，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先跟你妈妈好好商量一下？”第8章正义。老公被我爸训着，不敢吭声。我爸烦躁的连续抽了几根烟，越抽越烦，直接将还剩一半的烟掐掉，叮嘱我们谁敲门也不能开，就出门了。老公一直在沙发上坐着，看着厨房一团乱，起身去收拾屋子了。看着跟往常一样的窗外蓝天，不知道医院那边我妈和婆婆怎么样了。老公也是好心，想让婆婆老了之后，除了家人以外，还能弥补上亲情的缺憾。只是这都没有问过我婆婆的意思，万一是她执意要断亲的呢？要是婆婆知道了，也不知道婆婆会有多内疚。当初受不了前夫的家暴，婆婆一个人远走他乡，凭一己之力努力为老公撑起一个家。没想到老公的一个善意，将她努力撑起的家变得如此的危险重重。要是真被那老头又缠上了，我真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有多少担惊受怕要面对。老公见到婆婆的恶毒前夫后，不就过了很久的被各种勒索、各种威胁的日子吗？越想越害怕，说不想离婚，求个自保，那都是假的。又想起刚刚那老头看我的眼神，仿佛被一阵冷风吹过，瞬间一身的鸡皮疙瘩。要是不离婚，
将来再有个孩子，躲到别的地方后，再被游手好闲的瘦老头找到，那时我带着孩子该怎么办？我的孩子会受到多少惊吓？好多事我都不敢细想。此刻，我的恐惧占据了我的全部情感。我只希望老天能将恶人快点收走，让我家重新回归到平静中。婆婆因为年纪大了，受的伤也重，我爸妈强行让她住院疗养了。老公只管跑前跑后，少说话，多做事。我爸离开了几日，转眼就到了瘦老头要出来的日子。他在警局袭警后，依旧嚣张。警察按照流程让他在监狱住了够，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他现在都知道我家在哪了，会不会又跟上次一样，直接冲到我门前继续闹事？正在担忧之际，我爸沉着脸带着老公回来了。这下以后你们就不用担心什么了，他能不能熬到出来还得另说。老公低着头，小声地回应了我爸一声。后来我回到爸妈那，偷着问才知道，那瘦老头在外面不仅欠了不少钱，还在当地干了不少恶事。我爸回去简单打听了一下，找了几家当事人，跟人家好好聊了聊。等我爸一走，他们就去报警了。瘦老头直接被判了10几年刑，这下他是真的要在监狱蹲到老死了。婆婆后来出院了，知道了老公好心办坏事的经过，气得对他就是一通骂。老公回来后一脸委屈，一直跟我道歉，求我原谅。媳妇，我跟你保证，这种混事我只干了这一次，都怪我。要是我早点跟我妈商量好，你也不会跟着我受这种委屈了。我保证以后有什么事都先跟你商量，绝不先斩后奏。我抱着他，我们都经历了这一闹，都在一夜间成熟了，以后的日子就有一起好好的过吧。后来我们将现在这套房子一卖，在我父母那置换了一套更大的，将婆婆接来，一家人一起幸福和美的住在一起，享受生活的快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